Hello，大家好，我是雨辰。那索尼呢，在上周刚刚发布了 A7M4的一个最新的固件升级。我升级了，我也挠头了，我也口吐芬芳了，所以呢，我也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次固件升级的一个整体的体验。我个人觉得索尼在这一次的固件升级呢，也是一个类似于试水和 debug 的过程啊。首先呢，就是说它只支持2款相机。那第一呢，就是它的 A7M4，另外一款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之前出的 ZV-E-F 这个小的 Vlog 相机。剩下的主流的相机，比如说是 A7S3、A7R 系列和A7M 系列的这种3系列、2系列这些都没有更新，觉得也是不必着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必然的过程。也许你目前不能升级，也是一个好事呢。那升不升级固件呢？这永远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当一下小白鼠，来试一下升级固件之后。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新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手里目前只有这么一台设备啊，比如说是只有 A7M4，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比如说让我们这些人先升级之后看看有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隔1-2周你再去考虑自己是否要升级，或者说看完这期视频你觉得 OK， 这些东西的确是我现在需要的，那也可以放心的去升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升级了3-4天。整体使用下来，相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说是相机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次的升级呢，它其实主要也不是针对相机内部的一些调整，而是带来了一个新的平台吧，可以这么说。那这次它出的新的 App 的名字叫 Creators App， 就是创作者的软件，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起名字这事儿上，索尼也是确实摆烂啊。你看看人家什么 Adobe、什么 DaVinci，什么最差也要叫个 Final Cut Pro 啊。OK， 那我们一会儿再说它的 App 啊。我们先回到固件升级这部分。那固件升级呢，也从过去使用 USB 的线去连接相机和电脑升级，改变为了现在的把它固件下载下来，然后把它放到相机的储存卡里面，在这个相机的菜单的版本里面去升级。那你记得升级之前呢，要保证相机电池的电量。然后呢，不要随便的改动它这个固件的名称，因为我当时不小心下载了2个，然后我也没注意，就把这个后面有1的那个文件丢到了卡里面，然后发现在相机里面并没有反应。好，那基本上到这一步为止还非常的正常，但是接下来的一些过程就比较费人了。如果说你这台 A7M4 之前连接过索尼的 App， 也就是以前的那个 App， 那你一定要注意听下面这部分啊。如果说你 miss 掉这部分，你可能大概率会去砸手机。在你匹配新的 App 之前，记得要打开相机的菜单，在网络中找到配对设备的管理，把里面已有的匹配删除，然后再打开你的手机，把匹配过这台相机的蓝牙和 WiFi 也忽略掉之后，再开始重新匹配，不然呢，你就会一直卡在一个无法连接的界面啊。而且这个 App 呢，它现在搜得到其他的相机，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的 A7S3 也在上面，但是它并不能连接啊。更新了一个固件，然后你大张旗鼓的宣布了说我们有一个大的操作、大的动作，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压力测试。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啊。对，这现在就是 App 连接拍摄时候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快门，还有这个光圈、ISO 等等这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新的话，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打开它底下有一个 menu。那 menu 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相机的设置。那这些设置就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东西了包括动态范围优化、测光模式文件格式，包括什么 RAW 格式的压缩类型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跟大家说它变得非常鸡肋那而且这个 App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它本来是有一个类似于社交平台的分享功能的但是我目前是打不开的。那我点了之后呢，就是一片白什么都没有。
那我看到网上有人可以打开类似于就是 Adobe 和 Instagram 等等这些平台里面大家都会有的一些非常基本的社交功能。那另外呢，我也要稍微说两句它的好，确实比以前的 App 的连接更加稳定、更加流畅啊。可以看到它的画面，我藏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延迟其实是蛮低的啊。目前我使用的相机的这个频段也是5G，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在移动的过程中还是延迟比较好的，因为过去的那个 app 如果在拍视频的情况下是非常卡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更新呢，就是它的触碰对焦。当你使用这个 app 的时候，在录制的过程中，你可以使用触碰屏幕去控制对焦，比如我现在对焦到后面的稳定器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在稳定器那边，然后再回到我的脸上。那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也是蛮快的，响应速度，比如说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点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在迅速的变焦的过程。这个是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流畅性非常有关系的啊，就是在使用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它不能够足够流畅的话，会让你的体验变得非常的差。那总结一下，这个新的 app 呢，对于拍摄照片的人，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你在立着三脚架的情况下，拍摄某一些风景或者是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人不在旁边，你可能觉得太冷或者太热，你可能藏在树荫下或者坐在车上。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 app 去大幅度的调整你的相机的设置，比如说快门和光圈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不需要走到相机旁边。但是如果对于拍摄视频的人而言，就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比 Monitor Plus 还是差了不少啊。如果大家想看 Monitor Plus 的话，可以去点击这边的视频，我有做过专门详细的视频去讲解它。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我在尝试使用它的视频的一些功能，或者说在它的菜单里面，我甚至没有找到图片配置文件的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它虽然加了一整个菜单在里面。也不是所有的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它居然没有加图片配置文件的选项，也就是说它在这里可以改变它的分辨率和它的帧数，还有它的这个10比特或者8比特这些东西，但是它居然没有加图片配置文件。那你想象一下，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目前呢就我而言，基本上都是使用 S-Log3。假如我要走到相机旁边去设置 S-Log3，那我为什么不把剩下其他东西调好呢？因为拍摄视频的过程中，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用一些比较稳定的参数。那如果说我都要过去设置图片配置文件，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专门再跑回来坐到这儿再去调整这些参数。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在 Monitor Plus 里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模板，我不知道它是不能抄还是它懒得抄。其实如果能够把那些功能放在索尼的这个 App 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 App 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工具。OK， 那其次呢，就是在这次升级之后呢，索尼也提供了云端的服务啊。如果说你选择了一款你的索尼相机，你就可以获得25GB 的网络云端的一个空间。如果说你没有索尼的相机的话，也可以拿到5GB 的一个空间。当然，我知道这对于国内的小伙伴而言，实际上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在使用百度云等等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可能对于一些国外的小伙伴而言，会相对的有所帮助。你可以通过这25GB 去做一些文件的传输等等。他自己也做了一个社交平台。说到底，现在的社交平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也觉得不会有太多的人可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这个里面。OK，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也是刚刚更新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别忘了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研究它。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一定别忘了一键3连啊！我是雨辰，我们下次再见了 ，Peace。